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进入5月以来，中国多地持续出现天灾。5月22号凌晨3点多钟，湖北省武汉市出现雷电暴雨天气，天空瞬间变成诡异的紫色，不少武汉人都在睡梦中被巨雷给炸醒了。有网友说，这样的天气可能有龙。目前还不能确定网友是否看到龙，但是经过一夜的暴雨，武汉很多街道被水给淹了。开启看海模式。来武汉看海了。来武汉看海啦！有些路面积水严重，车子停住无法开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很多人不得不趟着水去上班。在暴雨过后，武昌火车站也被淹了，不少旅客被困在火车站内地势稍高的区域。年年修，年年淹，造成花费上亿资金的武汉海绵城市一场大雨打回了原形。看一下啊，武汉市江汉大学也被水给淹了，发洪水了！发洪水了！发洪水了！逃命了！逃命了！逃命了！这是武汉珞珈山被淹的情况。一辆小鹏汽车竟然叼着下水道井盖。一辆汽车漂浮在武汉大学门口，一个小伙子整个身子都在水里。武汉一所幼儿园院子里的积水已经达到人的腰部了，一名好心家长划着橡皮艇带着被困的孩子们出去。啊，没事。那个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。对。你看这个。有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，武汉外面下大雨，武汉人民医院内部下小雨。一名车主竟然冒着危险把车开进了涵洞。当然了，即使在这种大雨天，仍能看到外卖小哥们经常开着电动车送外卖的场景。这18年特大暴雨的时候，好像都这么大。在中国遭遇天灾以后，几乎总能发现豆腐渣工程。一处围墙被大雨浇了一夜以后，突然间坍塌，多辆汽车被砸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据湖北省气象台预报表示，预计在5月22号到23号，湖北省全省有中到大雨，而荆州东部、武汉、黄石和咸宁等地较大雨到暴雨。湖南也出现了降雨的天气，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变成了汪洋。
网上流出很多5月22号湖南省遭水淹的视频。今年水比去年水还大些。你望不到。我离家水了。我的家乡涨洪水了，昨天晚上下了1晚的大雨，现在我的地下室都进水了。这个是要清了，还不清就麻烦大了。常德当地政府仍不改偷偷泄洪的本色，导致常德市观音寺镇被洪水给淹了。是物境的那个防汛的部门，这个还没收到通知啊，就泄洪的那个一条呀，所有的店面的一些东西一下冲滑去了。现在水不得了哦，7天大水，1楼完的。我们是让抽利息的水打洪水。在滚滚洪水中，有的人被困在房子里不能够逃出。那个屋里住房有3个人，还没出来，不得出来的，有时候还得涨，已经恼火的了啊！什么？5月21号、22号2天，贵州省毕节市出现严重暴雨，导致村庄、道路和农田被淹。5月21号晚间到22号早上，贵州省大丰县出现严重的暴雨天气，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50毫米，道路、农田大面积被淹，其中长石镇和果瓦乡庆阳村出现山体滑坡，导致民房被埋，一些村民也被洪水围困，他们发出现场哭诉的视频。你们我让我成都，你们我的天多少？你们看，你们老天爷帮我看，我让我成都去，你们帮我看。对此有网友表示，怎么新闻一个也没有看见呢？原来上午乌黑的天空是你们在遭受灾难。有贵州网友感叹，我50岁第一次看到老家这样的情景。5月21号晚间，贵州省遵义市也开始下暴雨。22号早上，遵义城区多地街道被淹，很多车子都泡在水里。哦哟，遵义保健院这边了，寒的天天了，深得很了，所有尊南大道全部安了。哎呦，寒的天天了，今天出门都出不到哦。网传视频显示，遵义马家湾一带有很多商户的店铺被淹，损失惨重，而且在狂风暴雨后的马家湾也是一片狼藉。对此有网友表示，今年实体商户已经是够难的了，可是此刻他们更难，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感同身受。有商户说损失了好几万，也有遵义网友批评说，遵义市的排污管道每隔1个月就要修一次，修了挖，挖了修，
那些关系户和官儿总得找点理由圈钱。但从这次暴雨过后的现状来看呢，当地排水系统似乎是并不通畅，而且遵义公安局播州分局也被雨水给淹了。很多泡在水里的汽车后备箱已经打开，显示其已经开启了逃生模式。1935年1月，中共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遵义会议，并在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这样写道：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但讽刺的是，遵义现在遭遇了暴雨，甚至连公安局都被水给淹了。这或许正是上天在警示人，中共已经快要完结了。贵州省省会城市贵阳遭遇了雷劈。据贵阳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，5月20号凌晨0点到早上8点，贵阳贵安出现自今年以来强度最高的雷电天气，8小时出现13596次闪电，最大电流高达192.7千安。网传视频显示，闪电在空中甚至劈成了各种图案，也让人看着触目惊心。有当地民众形容说，这雷声真的很像是龙在叫。有网友说，老天发怒公开处刑，也有人说确实是不正常，像追着什么东西跑一样。活了30多岁，第一次听到这种雷声，就像要撕裂什么东西一样。还有贵阳当地网友表示，看着像特效，不过昨晚凌晨的确很恐怖，把我都吓醒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打仗了，贵阳人基本都醒了。也有人说，昨晚贵阳下大雨，有人拍到了龙，这个雷感觉都是龙的叫声，我听着也是轰隆隆的，那会儿感觉地像波浪一样，有东西从上面飞过，很沉闷。昨天晚上的雷感觉真的很强烈，不是一般打雷下雨，那种真的感觉很像有生物在里面翻腾嘶吼，窗帘就透点缝，那都很亮。本来打算起来录的，那个劲头太厉害了，不敢拿手机。真有这个声音，昨晚被雷震醒，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啥东西在低声沉吟，我还在想这是龙吧。5月22号早上，贵州省余庆县和茅台镇也出现道路被淹的情况。5月18号，广西省梧州市苍梧县施在镇下起了暴雨，施在镇气象观测站2个小时的降雨量突破140毫米。有网友发视频表示，施在镇洪水将多辆汽车冲走了。5月其实本应是充满夏日气息的天气，但是在5月20号，东北某地竟然下雪了。老铁，看看吧，这就是东北，还有不到2月，立秋了，你瞧还下雪呢。但有些省份却在5月出现异常的高温。一个网传图片显示，华北40摄氏度高温来袭。5月19号到22号，河南省、山东省、河北省大面积高温，其中河北邯郸市43度，山东济南市41度，菏泽市44度，河南新乡市44度，周口市42度。有网友说，有酷热就风雨，快收麦子了，防着点吧。这是湖北网友拍摄的视频，显示当地提前53天出现了高温的天气，不仅路边野草被晒死了，就连蔬菜苗也被晒的是奄奄一息了。大家看一下老乡家这个玻璃，躲过了子弹，唯独没有躲过高温了。你看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它已经都拱起来了，这是双层的。看一下天上的太阳啊，哎呀，
这里是湖北恩施西南部一个偏远的山村啊。今年这边的太阳啊，比往年感觉都要火辣。现在这边正在遭遇高温天气啊，和往年的5月21号比的话啊，今天的这个温度啊，比往年至少增加了8度以上。之前的话啊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高温天气啊。现在的话，温度已经接近40度了，39度加。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里种的几棵玉米啊，你看这些玉米，现在都是这种要死不活的这种状态。其实这个季节并不缺水啊，但是突然之间这种反常的高温呐，确实让人有点受不了。这马路旁边基本上都是石头，它这种水分含量比较低的地方啊，这种草的话基本上都已经晒死了啊。看这个位置的都已经死掉了，我的妈！看这些地方好多都已经死掉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里面老乡种的这些辣椒啊，你看其实现在土地里面并不缺水啊，我们从这个表面也可以看到这种湿气，但是现在这种辣椒啊，就是因为这种温度太高了，全都是这种要死不活的这种状态。你看这边还种的有茄子啊，这个茄子也是一样啊。我估计今年这些蔬菜呀都要涨价。尽管拍视频的男士一再强调现在并不缺水，但有网友表示上游水电站疯狂的蓄水导致的。有网传视频显示，黄河大面积河床都已经裸露见底，河流几乎断流。话讲清明无雨，江河见底。大家看我们的万里黄河现在干旱成了一种什么样子？我现在身处黄河的中心啊，现在目前干旱的这种程度，我们的农作物，我们的庄稼不会有好的收成的。所以一直给大家讲，赶紧去备点粮食，赶紧去备点吃的。而甘肃省也出现了20年不遇的大旱天气。党生刚刚发这么长一点新芽的时候，全被逼包砸了，全没了。去年亏了好多钱，没事儿，都是天灾人祸嘛，今年一定会更好。但是今年没想到刚好相反，真的就是没想到，你知道吗，朋友们，今年大旱。然后就今天我收到一则消息说，在就是未来的15天到1个月以内，咱们已经出现了橙色预警。橙色预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20年难遇的一次大旱啊！真的，你看，本来今年呢已经3个月没下雨了，我们这块地光秃秃的，好多都没有出芽。然后像这些出了这么一点点，如果说再不下雨，那就全完了。但让人忧心的不光是上述的洪水干旱天气。近日，中国某地网友拍视频说：“蚯蚓全部上墙了，闻所未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啊？”有网友表示，要么暴雨，要么地震。也有网友回忆说，汶川地震当天早上去上学，学校上坡的地方就是这样的。从上述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中国持续出现各种异常的天灾。5月本应是万物生长、气候和顺的时节，但中国多地却提早出现暴雨、洪水、高温的天气，东北甚至下起了雪。这种种异常的景象，似乎是在传递着上天对世人的警示，很像中国历代王朝走向终结前的情况。看来暴虐无度的中共气数将近，所剩时日似乎也是不多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